孩子不用你管，陈家自有陈家的规矩。乐乐，到奶奶这边来坐。妈，乐乐正在长身体，该吃的还是要吃。他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有多少是姓陈的骨血？这事儿还没定论呢。孩子像外婆，眉眼是随了我家的血脉。像外婆？你那妈当年就是个来路不明的人，谁见过她家里人？谁知道她肚子里装的是什么跟什么种？我们先回房间，不在这儿吃了。妈，你少说两句吧。我少说两句，这个家要是没人说话，就全让外人占了。妈妈，奶奶为什么讨厌我？奶奶不讨厌你，是妈妈不好，让乐乐受委屈了。还有没有规矩了？乐乐，妈妈跟你保证，以后不会有人再这样说你了。忍了3年，3年前的秘密，3天后要全部翻出来。今晚我说话的时候，你跟着说。我往东指，你往东看。我让你站起来，你就站起来。依他说那些话的时候，乐乐也在场。那个孩子是不是我陈家的种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还能护着他到什么时候？知道了。家人们，我妈60大寿豪门盛宴现场直播，点赞破100万，开珠宝柜给你们看。你婆婆今天眼神不对，是收网的眼神。做好准备了吗？我等这一天等了3年。陈家能有今天，全靠建国和我夫妻同心。不过今天借这个机会，我这个当奶奶的憋了很久了。大家看看，乐乐这孩子长得跟我们陈家人一点都不像。我妈说的对，我也早就有怀疑。赵婉晴，你今天必须给个交代。妈妈，奶奶为什么瞪我？妈妈在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妈妈都在。但问题不在我身上，问题出在陈家的血统上。婉晴啊，陈家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婆婆说的没错，乐乐确实不是爸爸的血脉孙儿，但问题不在我身上，问题出在陈家的血统上。你究竟在暗示什么？爸，我说得很清楚，如果你想查个水落石出，我建议全家做一次亲子鉴定，我、明远、乐乐还有您。做就做，谁怕谁？如果查出来是我的问题，我净身出户带着乐乐走，绝不纠缠。但如果问题不在我身上呢？那今晚这场寿宴上说的每一句话，该谁还？我陈明远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还怕你一个外人场？你喝多了，闭嘴！妈，他一个外人都敢当众提，我要是不接，以后我在这个家还怎么抬头？你抖什么？鉴定，我做，明天就联系机构，所有人都做。直播关了，但录屏已经传出去了。30年了，许文斌，你死了都还在害我。他说出亲子鉴定那3个字的瞬间，李桂兰知道30年前埋下的雷，今晚被人亲手点燃了引弦，逃不掉了。韩律师，明天上午9点，市立基因检测中心带齐手续。明白，赵总，陈家那边他们一定会阻挠，所以我要你多带2个人，全程录像。这一次，我要让陈家所有人都记住，惹怒一个母亲的代价。你清醒一点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妈，他当着那么多人面提了，我不接还能怎么办？绝不能做那个鉴定，你听到了吗？绝对不行！妈，你为什么这么怕做鉴定？你怕什么？你听我的，我去找人，检测机构那边总有人能打通关系，花多少钱都行。你死了都还在害我，许文斌，你死了都还要害我，许文斌，你要是活到今天看到我这样，你会笑吗？你一定在笑。魏叔，婉晴让我来的，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宋小姐，您别问了，有些事说出来会出大事的。婉晴现在需要真相，她是无辜的，孩子也是无辜的。我在这家干了33年了，有些秘密烂在肚子里才安全。可我今天看到他那样对少奶，那个孩子明明就是陈家的血脉啊！那是32年前的事了。太太那时才刚嫁进陈家没多久，我就经常开车送她去见一个人，那个人叫许文斌，是他以前的同事。每次去，我都在外面等很久，1、2个小时之后他才出来。出来的时候，头发总是乱的，口红总是花的。魏叔，您确定吗？我这双老眼还不至于昏花。魏叔，谢谢你，您说的话我一定用在最需要的时候。他到底知道多少？不可能的，这件事不可能有人知道。你看看你现在这副可怜样，当初策划寿宴时的威风哪儿去了？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！来看看我未来的靠山还稳不稳当。如果 DNA 结果真出来，你怕是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等 DNA 结果出来，你陈明远要是被踢出陈家，你拿什么养我？
拿什么给我奶车买房？我现在站队还能换一张免罪牌。婉晴姐说了，只要我把你挪用公款的事说出来，她保证我不被牵连。你早就和他联系了。陈明远，女人不傻，只是装傻。你以为我真的爱你？我爱的从来只有钱。妈，网上的评论全疯了，有人说我们豪门联手欺负儿媳妇，我的品牌合作方开始打退堂鼓了。你怕什么？舆论不过是一阵风，只要鉴定结果出了，他就彻底完了。帮我查检测机构那边所有人员，花多少钱都行，我只要结果改掉。记住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在陈家，只有赢家和输家。所有流程我全程监督，确保样本不会被任何人调换。赵女士，您对今天的结果有把握吗？所有结果都会依法公开，我不怕广。妈妈为什么又来医院了？是要打针吗？不是医院，只是采一点点血，像蚊子叮一下。乐乐是勇敢的孩子，对吗？开始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让我看看这管子是不是真的。请后退，样本一旦封存，任何人不得触碰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儿子的样本我不能看。您这么紧张，是怕看到什么不想看的结果？桂兰，够了，最后封存完毕，请双方各自签字确认，48小时后出正式书面报告。你以为你赢了？结果出来之前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300万，我要那份报告的结果，改几个字就行。这是违法的，我们机构有严格的监管流程。500万，你不做我找别人，但这些行就这么大，你考虑清楚后果。对不起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您的样本已被韩律师全程录像封存，任何改动都会留下痕迹。30年了，这笔债该还了。再不说，我就带进棺材里了。宋小姐，我有件东西要交给你看，很重要，是关于陈明远身世的。魏叔，我现在就过来，您等我。检测那边走不通了，那个老东西不肯收钱。那怎么办？妈，如果结果出来，我就完了，你也完了。你去找周妹，让她撤掉那些转账记录，只要没有证据，就算 DNA 结果出来，我们也可以咬死不认。周妹已经把我拉黑了。第一份报告，乐乐与陈明远确是亲生父子关系。第二份报告，陈明远与陈建国排除生物学父子关系。重复一遍，排除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检测机构全程有第三方公证，您可以随时自己去重新测一次，我随时奉陪。我活了30岁，却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32年，你骗了我32年！老魏交给我一张照片，许文斌的，还有陈建国可能有一个私生子。什么？如意餐馆城西老街何远志。何远志？那个人到底是谁？你给我说出来！早就断了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求你别再问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我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？我有权知道。所以这件事你连说都不打算说，你打算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你给我滚！现在就滚！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好，我走。沈如云，当年走的时候，是不是怀着我的孩子？是，我当时开车送沈小姐去长途车站，一路上她一直用手捂着肚子，却笑得那么幸福。她让我发誓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你瞒了我30年！老爷，我有个孙女，那年刚出生，太太说，如果我不听话，我们家就全完了。那个孩子现在在哪儿？沈小姐不让我找，她说她一个人能行，不过听说在城西开了个小饭馆。调解庭传票，下周3开庭。李桂兰申请了亲子抚养权调解，想争取乐乐。终于来了，他还想抢我儿子，准备好所有证据，我要让他在法庭上彻底身败名裂。请证人陈述所知情况。1993年到1994年间，我多次开车送太太、送李桂兰女士去城南一个叫许文斌的男人的住处，等1到2个小时。他出来的时候，头发是乱的，口红是花的。反对，这是证人的主观意见。反对无效，证人继续。这是我在1994年秋天拍的，李桂兰女士和许文斌在车里。你在撒谎！老魏，你收了他多少钱？被告，在扰乱法庭之理，我将命令法警代理。300万够不够？500万，开个价。我方无异议。结束了，证据全部采集了，下一步呢？等正式裁决，抚养权基本没问题，财产分割还需要具体核算。东西明天送到。还有个消息，经侦已经立案了，陈明远的挪用公款案下周开庭。
陈明远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820万元，证据包括银行转账记录、虚假合同及同案人员证词。这是被告人明确提到与做一份假合同，把这笔钱洗出来等字样。被告人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我不上诉，我认。陈明远退赔全部赃款，好好改。谢谢。谢什么？这是我欠你的，欠乐乐。他在城西老街开餐馆，如果您去，别穿这么正式。还没到饭点，6点才开火。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姓陈，我叫陈建国。这是补充协议，财产分割方案的执行确认。这是抚养费支付账户变更登记。这是周妹证人证词的最终归档确认。补充协议签完，这件事就彻底了结了。彻底了结了，剩下只是执行层面的问题。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策划的？2个月之前，每次3个人都在陈明远的私密公寓里商量。周妹还提供了录音片段，整整2个月，每天回家还能对我笑脸相迎，真是好演技。放明宇一马吗？他挪用的那800万里，有一笔是乐乐未来的教育基金，你让我放谁一马？婉晴，我终于找到他了。找到谁？沈如云当年的那个儿子，他现在改名叫陈卷卷，在城西老街上开了一家小餐馆，叫如意餐馆。我们得尽快去见见他。我陪你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在。2位随意坐，菜单在桌上。何先生，我们不是来吃饭的。那2位此行的目的是？这张照片我以前见过，在我养母的旧抽屉里。她从来不让我问，但我知道她是我亲生母亲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养父母从没刻意瞒我。你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吗？他们只说我知道小新闻提的人，陈建国，建国食品集团的创始人。怪不得养父母从小就不让我去打听。您来了，请慢用。你知道我是谁对吧？赵小姐之前来找过我。你想吃什么？今天我请客。我不是专程来吃饭的，我是来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客人，客人就该好好坐下来吃顿饭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这道番茄炒蛋的味道，你妈妈以前也做过给我吃，那时候我们穷，但开心。哟，这不是陈老板吗？听说你家出大事了。这位客人，小店今天不对外营业。行，我走。你要是不想被人认出来，以后可以坐最里面那个位子。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怨过你，因为根本不知道应该去怨谁。养父母对我非常好，我一直觉得自己运气还不错。让我为你做点什么补偿好，公司的股份、房子、车子，什么都可以给你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缺，这个小小的餐馆养活了我很多年。我不需要您的钱，也不需要您的地位，我只需要您尊重我的选择。你约我出来干什么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我跟你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。陈明远给你买的那套房子，我知道。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首付80万，月供每个月2万4，连续还了2年，全部从建国食品集团的对空账户里转出来。这笔钱在审计上叫关联交易，没有合同，没有发票，没有任何实际业务支撑，法律上只有2个字：侵占。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交易。你帮我作证。做什么证？审计马上要进场，公司查账是迟早的事，我需要有人站出来，把陈明远那些转移资金的路径、真实路径全部交出来。你经手了哪些，你都清楚。我帮你作证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陈明远倒了，我有什么？那套房子我不会追讨，你留着。审计查出来之后，公司可能会起诉追偿，但我可以签一份放弃对该套房产主张权利的书面协议。房子归你，债务归他。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出尔反尔？协议我已经拟好了，你过目，找律师看也行。签完之后，你一份我一份。你比陈明远狠多了，狠不狠不重要，赢不赢才重要。所有转账记录电子版在我邮箱里，审计进场那天我会到场。那房子我本来以为他是真心给我的，算了，不重要。经过2周详细清查，公司存在重大财务异常情况。近2年来，约800万资金流向严重不明，上述异常转账单据均由陈明远副总亲笔签批。这是赤裸裸的诬陷，这些钱全部是正常的业务支出，你们一定是被某些人收买了来陷害我。我们掌握每一笔转账的银行原始存证，包括您与周妹女士的资金往来。我可以为审计团队作证，陈副总多次私自能用公司大额公款，还指使我替他伪造了大量虚假报销单据，这是过去1年半的全部详细记录。这笔钱你帮我转出去，
给你抽5个点。你疯了吗？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们是一条船上的。我只是在陈述客观事实，而且我从不和陈传待在一条船上。婉晴，我还有最后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我们毕竟是6年的夫妻了，你就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吗？你那天在寿宴上当众羞辱我的时候，给过我哪怕一次机会吗？你有想过乐乐的感受吗？那全是我妈逼我做的，不是我本意。你从始至终只爱过你自己一个人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，请不要再打电话来。妈妈，是谁打来的电话呀？只是一个过去的客户而已，不重要的。对我们来说，不重要的人就不要再想了。妈妈，以后由我来保护你，我长大了，我可以的。这就是我不能心软的原因。你才是我生命里全部的世界。本次听证会针对离婚财产分割事项，基于审计结果进行裁定，请双方律师陈述。我方提交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虚假合同共47件，证据显示，被试陈明远在婚姻存续期间，通过多种手段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总额约400余万元，所有转账均与周妹女士账户发生关联。我方对部分金额的定性有异议。我方有完整的银行原始存证链，每一笔都有时间、金额、对方账户，异议无效。经核查，韩律师所述金额属实，部分款项通过虚假采购合同转移，无实物交易记录。听证会休会20分钟，合议后宣布裁定。我刚收到消息，审计组在陈明远的私人电脑里发现了另外一批转账记录，他用公司名义买了3套房产，全部登记在周妹名下。这套证据提交了吗？韩律师已经安排人送进去了，听证会复会后会补充提交。那就好，该还的1分都不能省。补充证据：被告人陈明远以公司名义购买的3套房产登记在周妹名下，金额合计约320万元。那3套房子不是我的，是周妹自己买的。购房首付和月供全部由您的账户转入，有完整记录，请被告方如实陈述。我方申请对上述3套房产予以追回，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。申请有效，补充证据采供。裁定如下：被申请人转移的夫妻共同财产共计740万元，全部纳入分割范围。赵婉晴女士分得65%，共计481万元，其余部分按比例分配。经独立审查和全面调查，现依法作出最终裁决，准予申请人赵婉晴与被申请人陈明元解除婚姻关系，婚生子乐乐由申请人赵婉晴单独抚养。婚后共同财产依法进行公平分割，被申请人因严重过错，需向申请人赔偿相应损失。婉晴，我是真的后悔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后悔什么事情？我后悔自己太蠢太糊涂，我连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都不知道，我活了30年，却是个笑话。你从来就不是不知道，是你一直都不敢去问，你害怕知道真相以后会失去现有的一切，你爱的从来只有你自己。陈明远，我们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，从今以后各走各路。我想对所有困在婚姻里的女性说几句话：勇敢从来不是不害怕，而是怕到发抖了依然选择往前走。你的价值不是由任何人定义的，而是由你自己。不要放弃，永远不要放弃。听说你拿了前夫400多万，是不是故意设局骗钱？这位记者，我建议你去查一下陈明远挪用公款案的判决书，那800万里有400万本来就是我婚前的个人投资回报。我只是拿回了自己的东西。220万的违约金，我一个人怎么还得起？这就是你花了家里几百万精心打造的东西。寿宴那天你开着直播害惨了我，是你亲口让我打开直播的，现在就把所有责任推到我的头上！废物东西，不知好歹！我以你的名字设立了一份家族信托基金，这份信托的唯一受益人就是你。我说过了，真的不需要这些。你可以一辈子都不去动用它，但必须签个字，这是我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的最后责任。我签字了，但这间餐馆我会一直开到开不动的那一天，这是我的生活，我的选择。随你。
什么都随你说了算。爸，你喝口热茶吧。原来一个人睡，灯要亮着才敢闭眼，以前怎么不知道？这间公寓的采光也太好了吧！够我和乐乐2个人住就可以了。重要的是，这是我们的家。你那个新办公室选址搞定了吗？已经选好了，下个月初正式开业。晴远咨询，天晴云远，前路开阔。妈妈，这里真的好漂亮啊，比我们以前住的大房子还漂亮。这篇报道全网阅读量已经突破1000万了，评论区一面倒，全都在支持那位儿媳妇。宋记者，这一期的头版拿得太漂亮了，是事实本身的力量，足够震撼人心。今年的行业调查报道大奖一定非你莫属。我只是一个记录者。沉默30载的证人终于开口说话了。我听说你是靠离婚官司出名的。我要的是专业的财务咨询，不是炒作，你能行吗？我理解您的顾虑，不过能把一场复杂的离婚官司打赢，需要的不只是运气，还有对财务、法律、人性的深度理解。如果您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用行动证明。行，我给你1个月时间，做不出成绩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不用1个月，我现在就可以给您看3天前我对您公司财务状况的初步分析。您公司过去2年的毛利率在持续下滑，但您的销售费用却在上升。您缺的不是机会，是财务结构优化。我来取走属于我的最后几件东西。你还有脸踏进这个门？彼此，我们2个人谁有比谁干净多少？是你把我害到今天这步田地的。是你自己从头到尾太蠢了，你连自己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都不知道，你连自己的根都没有，凭什么怪我？你敢碰我一下，我立刻报警。这段视频会出现在各大平台上。谢谢你还愿意单独见我。是你帮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，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。我下个月要正式开一家咨询顾问公司，专门帮助中小企业做财务规划和品牌升级。我想请你成为我的第1个签约客户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餐馆老板，真的用得上财务顾问这种服务吗？小餐馆完全可以做成有影响力的连锁品牌。你的几道招牌菜手艺非常好，完全有能力走品牌加盟的发展路线。我有详细的方案，你可以看看。请给我3天时间好好考虑一下，可以吗？你任何时候找我都可以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连锁品牌这个主意听起来好像也不错，也许我可以试试。帮我查笔记和信封来源。物享和物业要调取门口监控。想吓唬我，你们还不够格。娇娇，下班了，灯我关了啊。马上。祝晴远咨询开业大吉！你来了，真好。向日葵永远向阳而生，这花的气质和你一模一样。我今天是来兑现承诺的，
我带来的第一份正式合作的合同。这是秦远咨询的第一单生意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本年度调查报道类最高大奖获奖者是宋雨薇。由衷感谢评审组委会的厚爱与肯定。这篇报道不是写给某个人看的，而是写给这世间所有身处困境中的女性，尤其是写给我最好的一位朋友，是他用亲身经历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勇敢。谢谢你，婉晴。你在台上根本不该提我的名字，这是属于你的荣耀。我就要提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这个故事里面本来就有你的一半功劳。我也该谢谢你，是你让我真正明白了女性力量的强大。我们互相成就，不是吗？你先说说你以前做过什么工作？我之前主要在网上做一些直播，介绍和推荐产品给观众。门店售货员，基础月薪3500块，试用期3个月。这个工作我做了。小姑娘，你到底会不会算账？快点，我赶时间。不好意思，耽误您时间了。哼。明日本地全天有降雨，气温偏低。明远，你终于肯给妈打电话了。妈，我现在身上没钱了，我需要帮助。你说什么？我失业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自己手头也不宽裕了，我也没钱了。我这一辈子到底争了个什么东西？那是他30年来第一次流泪。魏叔，我们来看你。少奶奶宋小姐怎么还带东西？太破费了。魏叔，我一直想当面谢您，没有您就没有我和乐乐今天。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早开口也不会让您受委屈。一点都不晚，一切还来得及。您过得好就是我们最大安慰。他们的故事能写成后书，可得等我走了再写，不然读者都要来核对细节。你先歇一歇，喘口气再继续炒。客人们在排队等着，才只是一个起步。客人们都在排队等着，我不能歇。今天这个场面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。第5家喷店的选址方案已经在调研中了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以后会越来越忙。是你帮我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，没有你的帮助，我还是那个小餐馆的厨子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你自己的真手艺，我这把力只起了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你要相信自己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一天，从一个小餐馆到现在的3家分店，以后还会有更多你想不到的可能，比如做到上市或者走出国门。你可别吓我，我胆子不大，还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吧。今天的主题是画出你们心里最崇拜的那个人。乐乐，你可以告诉大家你画的是谁吗？我画的是我妈妈，她是大公司的老板，很厉害的，她是我的超级英雄。班里同学问我的爸爸是谁，我说我没有爸爸，只有妈妈。那乐乐，你是怎么回答的？我的妈妈就是我最大的英雄，我不需要爸爸，我有妈妈就够了。乐乐说的对，妈妈永远都是乐乐的超级英雄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
新的一年，感谢大家一路同行。没关系，我3年前的人生也曾经这样突然团颠了。但后来我学会了，在黑暗中先找到自己的呼吸，再找到出口。谢谢你们帮我点了灯。谢谢大家。太棒了，做得好。妈，你在天上看到了吗？我做到了，我撑过来了，我和乐乐都好好的。妈妈，我爱你，晚安。赵总慢走。今天试了一个新的配方，您尝尝看。尝起来很像你妈妈当年做的味道。那时候我们穷，但很开心。你妈李桂兰昨天找我了，她说想见你一面。我知道你没义务见她，但我还是得跟你说一声。我不想见她，她对我而言只是一个陌生人。那就不见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爸，您替我告诉她一声，过去的事我管不了，但以后的事各走各的路，她的人生与我无关。好，我替你带话。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过来吗？来，反正退休了，除了来这里也没别的地方去。妈妈，快猜猜看，我是谁呀？我猜呀，是隔壁那只爱串门的小白猫。不对，不对，完全不对。那难道说是楼下的快递小哥？妈妈，你实在是太笨了。妈妈，别的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爸爸，为什么我没有？世上有2种完全不同的家庭，是想有连降的哪一种家？那我和妈妈属于哪一种家呢？前者不一定幸福，后者却一定坚强。我们当然是用脊梁撑起来的家，比任何靠血脉维系的家都要牢固，因为我们有爱，有彼此。你怎么来了？下午不是还有个客户会议吗？刚签完一个大单，顺路过来看看你的进度，顺便给你带点好消息。你帮了我这么多，不知该怎么还你人情。把如意做成全国连锁品牌，这就是最好的回报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我妈能活着看到今天，她该多高兴。再看到的，她会天上，她一定为你骄傲。陈小姐，我手上有个新项目，邀你重新合作直播带货，包装自己，首期30万。对不起，我不做直播了，我已经不是那个陈娇娇了。你刚才干嘛不答应？那可是一大笔钱，你傻呀！我好不容易才学会站着挣钱，不想再跪了。妈，我今天找到了一份新工作，底薪不高，但起码能活下去。老魏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你为我保守了那么多秘密，却从来不说。老爷，我这辈子做过很多事，只有最后这一件不后悔。我终于做了一次人该做的事儿。